特斯拉跌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可以是世纪难得的抄底机会？最狠的马斯克杀回来了。今天上午，国产 Model 3和 Y 继续大降价，这一次确实够狠。Model 3低价版直接降 3.6万，价位去到 22.99 万 ；Y 低价版直接降 2.9 万，价位去到 25.99 万，降幅都超过 10%。这个价位已经接近很多国产新势力的同级车的价格下限，比亚迪汉、海豹、小鹏 P7 还有领跑 C01、哪吒 S。虽然说特斯拉 Model 3已经多年未改款，产品力有所下降，但降价到这份上，性价比不就出来了吗？销量如果能够逆转颓势，那特斯拉的股价不就有救了？这2年大刀阔斧的扩产动作，总产能已经有200万辆，这个数字可以媲美奔驰、宝马。原本以为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，降低成本，提升利润，但偏偏流年不利，需求端出现疲软。特斯拉的主要销量区是美国、中国和欧洲，现在欧美普遍预期经济衰退，加上高通胀下，央行不断加息，导致利率飙升。欧美人买车基本都是刷卡消费为主，利率这么高，本身就加大了购车成本，加上能源危机，也让电车的使用成本没有过去这么香。中国这边经济虽然处于复苏阶段，但也是弱复苏，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没有大幅度的提升，加上电动车销售渗透率已经超过 30%， 增速要下台阶。同时国产车井喷，进一步蚕食了特斯拉的市场空间，最后的结果和欧美一样，需求疲软。马斯克是习惯用第一性原理思考问题的人，解决办法当然是直击问题核心。就拿降价来说，别的不扯，直接钱字当头，至少在他的意识里。如果降价都不起效果，那别的方法还能有效到哪里去？何况制造业最怕的就是工厂停工，释放出来的信号太恶劣了，几乎所有干制造的老板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。而且特斯拉的毛利率是出了名的高，本身也有降价的资本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？之前网上就不断流传特斯拉的订单不足，库存增加，还爆出上海工厂停产，特斯拉自己还出来澄清，现在看来还真有这么一回事。不仅经营上要面临需求疲软的压力，资本市场上也是压力重重。看看特斯拉股价，那真叫一个惨字。而且各大投行都大幅下调了特斯拉的目标价，空头疯狂狙击，信徒血流成河。虽然特斯拉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降价，而且是一降再降，但效果还是不及预期，注定是面临水逆。就在大家纷纷质疑特斯拉的时候，马斯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终极大杀器，直接把价格打到历史最低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今晚特斯拉股价怎么走不知道，反正一众国产新势力的股价先崩了。与此同时，特斯拉概念股却被暴力拉升，难不成特斯拉即将进入困境反转？特斯拉过去1年的股价下跌，归结起来就3点。第一，是美联储不断加息导致的杀估值惨剧；第二，是加息、国外高通胀、国内竞争加剧，以及产业链中断、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导致了特斯拉自身订单量的下滑，最后演变成杀业绩惨剧。第三，是对未来经济预期走弱、竞争持续加剧导致的需求预期不足。刚公布的2022年销量也很能说明问题，全年交付131万辆，未达到 50% 增长率的承诺。虽然很多竞争对手都完不成年初的销量目标，但市场对于特斯拉的要求是很苛刻的，毕竟享受了这么高的估值，特斯拉任何一个利空都足以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。很明显，特斯拉已经陷入困境中。更糟糕的是，特斯拉的股价崩盘式的下跌，使得很多抄底的人都损失惨重，像极了当初抄底腾讯抄在半山腰的信徒。不过从行业发展以及公司基本面上看，特斯拉并不糟糕，电动车本来就是它带起来的，目前也坐拥全球最大的纯电车销量冠军宝座。研发实力、生产能力、品牌力、盈利能力、财务表现
都堪称电动车的标杆，赛道本身也还处于高成长阶段，股价跌幅这么大，抄底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。问题只是择时，究竟如何择时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既然是三大因素导致大跌，那三大因素是否有改善，就成为关键。首先看美联储的加息，这个事只能说到尾声，因为官方释放的消息仍然很鹰派，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仍然会宣布加息，并且终端利率有可能比原先的 5% 到 5.25% 高。加息这个问题始终和通胀高度捆绑，这个宏观因素只能由宏观去解决。特斯拉其实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寄希望于通胀早点回落，加息早点结束。一方面缓解市场对特斯拉估值的压力，另一方面缓解美国居民的购车成本。这个因素说起来不算好，但也说不上很差，因为大部分的利空其实此前已经有反应。第二，业绩和预期一起说，如果按照此前的订单表现，特斯拉的业绩确实不好，预期也很差，但今天的降价可能会扭转局面。试想一下，作为一个准备购车的消费者，特斯拉这样的价位不香吗？虽然很多国内造车势力都说自己的产品可以吊打特斯拉 Model 3、Model Y， 但实力对比摆在那，即使说特斯拉的外观多年未变，内饰也简单的像盖板，但它已经卖到和国产车一样的价位，甚至还低一些，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？特别是很多国产电车纷纷涨价的前提下，有多少人能抵挡如此的诱惑？这可跟爱不爱国没有半毛钱关系，省下来的都是你和包里白花花的银子。所以经过这么一通简单粗暴的操作，特斯拉的订单量很可能出现反转。当然，这么大手笔的降价，毛利率是承压的，单车利润也会下滑，只能说利润不够，销量来凑。销量的增长能不能抵消利润的损失，我们不知道，但至少销量的预期在转向。如果按照原来的趋势，订单量持续萎靡，利润率下滑同样跑不掉。如果日后的数据证明特斯拉的销量持续回暖，那就可以认为特斯拉真的进入困境反转了。股价反转就差一个刺激。经过长时间的下跌，可以说特斯拉已经跌麻了。最近特斯拉的市场情绪也是十分脆弱，只要一个利空就能够跌10个点。在过去1个月里，有3次大跌8个点以上的，其中一次马斯克披露抛售特斯拉股票之时，一次是美国降价消息爆出后，还有一次是上海工厂被曝停产，最近的一次是新年后公布的2022年 Q4 交付量低于预期。今晚美股盘前，特斯拉股价出现了暴跌，逻辑和上一次美国降价差不多，因为降价这种事，直观的反馈就是生意不好做，利润率承压，这属于负面情绪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股价不断下挫，机会正慢慢呈现，不少的技术指标都在显示特斯拉存在严重的超卖。这种情况下，日后如果利空出尽，有利好刺激，一旦进入困境反转期，股价反弹起来也会是十分的吓人。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在过去2个月的腾讯身上，以及众多中概股身上看得很明显。要知道，论公司实力，论行业前景，论增长前景，这些股票都未必有特斯拉强劲，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业绩的饱和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股票当时也是利空环绕，监管风险、退市风险、业绩下滑风险、被疯狂做空等等，一抓一大把。但中概股这2个月都走出极其亮丽的行情，并成为目前美股科技板块最亮的仔。究其原因，就2个：超跌太多，以及利空出尽利好归来。说白了就是否极泰来。特斯拉会不会重演这个行情？答案是很大机会。就冲着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公司的基本面，这个可能性就不少。同样的案例在股市历史上也非常多见。至于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不敢打包票，大家不妨且行且看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去年1年美股遭遇了暴力下跌，很多华尔街大佬都损失惨重，巴菲特、西蒙斯、达利奥、木头姐、阿克曼无一例外。但有一个人逆势实现 18.36% 的年度收益，是万绿丛中一点红。
他就是橡树资本的霍华德·马克思。此人以逆向投资闻名世界，他认为任何资产，无论其多么丑陋，只要价格足够低廉，就值得购买。低价买入是获得投资财富的唯一可靠途径，而高点进场是最大的风险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，市场悲观到极点，霍华德·马克思却逆势杀入，在暴风雨最剧烈的时候，投资100亿美元，最终带来90亿美元的收益。他曾说过，当过于乐观时，怀疑主义呼唤悲观主义；当过于悲观时，他又呼唤乐观主义。现在特斯拉算得上非常悲观的时刻，几乎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，找不到任何一点令人鼓舞的消息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与其用线性思维简单的跟随趋势，倒不如逆向思考一下，是不是到了可以布局的时刻？因为特斯拉跌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可以是世纪难得的抄底机会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，享受美好人生。这里是财富纪频道，我是钱老板，感谢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